有时候你想要追求一些特殊的效果、特殊的氛围，我们可以透过一些滤镜呢，比如说偏光镜啊，或者是特殊的柔焦镜，就是要拍出一些不一样的东西。What's up, guys？ 有时候呢，拍照就是想要拍出一些不同的摄影的作品，那些画面啊，或者是特殊的质感、特殊的肌理呢，能够呈现自己想象的氛围，就像电影的画面那样诉说着每一段不同的故事。有时候拍起来呢，会觉得说画面似乎少了点什么柔美的感觉，我们可以透过一些科技的辅助，比如说后置做一些不同的色调的 shift， 或者是一些强调画面线条啊，或者是柔化画面的肌理等等。而这些呢，往往你也可以透过一些简单的辅件，比如说特殊滤镜来达成。这也是为什么大家最近都喜欢使用像是 Halo 这样的滤镜，来为画面增添一点独特的风味。究竟 Halo 镜它的魅力在哪里 ？Halo 滤镜令拍摄画面产生柔和的唯美效果，令画面和焦触的锐度和细节稍稍减弱，起到柔化与清晰并存的效果，并能够让发光体产生美丽的光晕。所以呢，今天我们也特地来验证一下 Halo 镜用起来究竟怎么样。我就使用一款 CAS 所出的 Halo 滤镜，你开箱咯 CAS Black Mist 1/4 77mm AGC ED-02 这款 AGC Black Mist 1/4 1/4 Halo 这款滤镜呢，标榜了有抗刮、防泼水以及非常低的色彩偏移效果，质感呢相当的轻盈，同时呢也相当稳固。表面上的确是有一层黑色网状的感觉的刻痕的雾状的效果，来上机看看吧。前面看到的是一颗77mm的镜头。一个普通的24-1.5变焦镜，安装起来毫不费力，相当顺滑，几圈就卡点定位。安装好滤镜之后呢，再套上机动盖呢，也是相当容易，相当密合呢。拍起来有什么区别呢？实际拍出来效果，我们马上看看吧。Let's find out。在早晨朝阳穿过树缝这样的场景，如果拿起相机拍，通常可以获得一个不错剪影照片。现在看到是一般相机镜头所呈现出来的效果，加上黑柔，它效果又相当的迷人。逆光的时候用黑柔，我觉得是相当适合的。好的，我们看到了使用黑柔在影片拍摄上的效果。确实呢，可以让影片充满了一种朦胧的质感，以及想象氛围。黑柔滤镜呢，除了在影片拍摄上可以让你的影片拍得更好看之外，那如果用在平面拍摄上，效果怎么样呢？正好呢，我们看一下最近在 IG 上我和江整仔拍的照片，跟 Ruby 一起拍照也是相当愉快。虽然说拍摄当下呢，还是处于夏季的尾巴，非常热，只拍10分钟就已经汗流浃背了。对于这次使用 Canon EOS R 跟21.5搭配黑柔镜拍出来的肖像组合呢，我还是相当满意哦。我们看一下吧。特别是在逆光的情况下，光源从背后来的时候，那整体的发散的色调非常美。即便是光线从这边来，明暗反差非常强，人脸处于暗部的情况下，黑柔滤镜呢依然能够把光线阶调分布的非常均匀。大逆光下，人物处在暗面下呢，都还不用担心会一团黑，白色自然的放射状的晕染效果都相当迷人哦。接着我们来看看其他作品吧。现在呢要前往一个摄影棚进行拍摄任务，因此呢就趁这机会来看一下摄影棚的箱，来让各位看一下摄影棚基本上会有什么样的设备可以使用吧。这是在精彩摄影棚61号4楼 ，Let's find out。趁这机会实战一下使用黑柔滤镜，如果用在摄影棚人像、闪灯人像的拍摄上，会有怎么样不同之处？一起来看看吧。在夏天要拍照的时候，要追求个比较好光线，势必呢就要到阳光下拍。如果像现在啊，我偷懒不想要晒太阳，躲在影下，就会觉得说，光线不在人的身上，这时候该怎么办呢？
很简单，我们只要快速的架好一个离机伞。Alright， 现在已经将闪灯架好了，我们来测试一下吧。就看到闪灯呢，我们从这边打过来，就可以代替太阳光来呈现一些精彩光影哦。在户外使用闪灯呢，通常可能会遇到我们有闪灯同步这个问题，换速度呢限制在可能1/2、250%之类的。这时候呢，如果要使用大光圈的话，我们必须要使用额外的辅助配件，就是 ND filter。我这边呢是使用了 JJC 的插入式的 BND， 我们用这个就可以很好的将快门速度控制到理想的状态哦。我要把它换上去，将原本的保护镜拿出来，插入 BND， 快门速度控制到足够低的状态，就可以轻松拍摄了。经过一些折腾之后呢，你就可以在太阳底下找寻个阴影，依然可以利用我们的人造光线呢来制造一点光影效果。不用再忍受太阳直射了。这样拍摄呢是使用了黑柔滤镜，使用前、使用后效果我们马上看一下。接着我们套上黑柔滤镜来看一下使用闪灯的时候，黑柔滤镜有给我们怎样的质感的改变呢？简单的在日间使用闪灯的效果，然后加上黑柔与否这几种参数呢，都可以让我们去控制你想要的光影气氛。在黑柔的扩散作用下呢，看到画面是不是非常的与众不同？高反差的阶调呢，被黑柔扩散抑制到非常悦目的状况。同时呢，我们可以看到亮处的高光扩散到暗面之后，似乎显得亮面不会那么过曝，而暗面呢也充满了阶调跟光线的层次。之后，我们刚才拍了2张照片，你觉得这2张有什么不一样？这张跟这张感觉有差别吗？感觉这一张是比较亮一点，然后这张就是光没有那么集中的感觉。注意一下你的白色衣服。这张衣服比较没有那么亮。对，它白色地方比较不会太爆了。这张就是爆比较多。对，爆比较多一点。我比较喜欢这个。可是呢，黑柔最明显的差异是在于晚上对于光线整体扩散的强调。好的，现在路过一个这么美丽的将军村的夜景，看到这边的灯泡串起来相当有气氛。这时候怎么样把它收录在我们的画面中呢？如果在这样的场景中呢，用黑柔滤镜拍起来有什么样不一样 ？Let's find out。搭好三脚架之后呢，将相机开启，我来遥控它，我们来拍摄吧。我们会看到光线的痕迹变得更加的明显，而它的光线的质量呢，也似乎更加的确实，让光本身变成一个物件一样清晰可见。这样逸散的光在画面中成为主角般的存在，是不是非常的与众不同？这边呢，我们就可以清楚看到这2者的对比，大家觉得怎么样呢？是灯光清晰的氛围比较吸引你，还是灯光扩散那种模糊感、略带薄雾的那种浪漫，会更加符合你的审美倾向？格外有氛围，格外的美丽呢？在这个场景中呢，如果想要拍摄的话，我们可以使用 Godox ML100DI 来做照明。同时，你可以看到它这个灯光呢是属于比较偏暖色系的 ML100DI， 刚好可以支持双色温的调节，很容易呢就可以调到符合目前色温的灯光颜色。打开我们的电源手把，开启电源 Right。我们现在将色温呢调到3100K， 做非常接近环境中的暖色系的效果，将灯光反射到主体上，来呈现一个柔和的照明 match 这整个场景的氛围。好的，这是我们换了另外一种光效，用一个45度的方式来照亮主体，这样搭配整体的黑柔光线扩散出来，这就是黑柔加上持续光所呈现出来的效果。接下来我们试试看，用100% 光输出的时候，可以顺利的将 ISI 压到200，然后快门速度1/30秒跟光圈4的这样波光组合，是全光输出的亮度。而这样扩散的程度呢，是1/4黑柔，非常有氛围感，同时呢，也不会妨碍到物体清晰的感觉。这样子兼具柔美、想象力以及质感的呈现，是不是让影像更加令人喜爱了呢？现在是夜景的录影，我们可以看到画面中的灯光呢，呈现出比较明显亮的过曝的感觉。加上黑柔之后，所有的光线呢，
都更加的发散，但是形体呢还是非常的清晰。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加上黑柔之后华丽的灯光效果，是不是每一盏灯似乎都有它自己想要说的话，而不只是个别过曝的点。都加这块黑柔滤镜，就马上来拍看看吧。使用黑柔滤镜就可以在秋季的时候，也可以获得流动、光线扩散非常具有氛围感的美好的影像。如果在外面拍摄啊，没有带黑柔，或者是不想买黑柔，那怎么样获得模糊朦胧效果呢？其实有个很简单的方法，就是油柔。把你镜头表面呢分布一点指尖上的油脂吧，涂一涂之后，就可以拍出不一样的效果哦。Right， 既然黑柔滤镜这么好用，那我们是不是一直放在镜头上，不要再拿下来呢？确实也可以做到，我们完全不可以把它拿来替代保护镜，而且这个滤镜呢也是有防刮抗污的功能，也不会偏色。但是我们什么时候会觉得需要把它拿下来呢？其实很简单，就是我们这个黑柔主要是解决点光源不美以及反差过大、亮部暗部会缺失的问题。我们可以用黑柔滤镜呢来帮我们调节，甚至做一些柔肤。可是呢，如果是这种阴天情形，明暗反差本来就不强的情况下，我们反而需要一点比较明确的反差。这时候我们就不需要黑柔来把明暗差抹平。因此，比较没有光的时候，阴天的时候，视图呢，或者是没有点光源的时候，我们可以不需要使用黑柔滤镜。如果你修图习惯是喜欢比较带有反差，暗的地方要压暗，然后亮的地方提亮化，使用黑柔滤镜，你反而在后置的时候，反而需要将暗部再把它拉暗一点点。让它更深层一点，否则它会倾向于将光线把它扩散到暗部去。因此，你修图的时候呢，有时候你反而要将暗部把它弄更暗，这也是使用黑柔呢带来意想不到的效果哦。用黑柔拍照体验确实相当不错，也能够理解为什么很多摄影师每一次拍摄的时候都愿意把黑柔装上去，来获得一些不同的效果，可能会有点像电影，或者是有一点柔肤磨皮，让画面更加悦目，甚至是避免太高反差，导致画面的质感呢太过于僵硬，去掉有点数位化高反差的感觉。相信这些都是黑柔存在价值哦。Right， 实际使用黑柔滤镜拍摄确实相当欣喜，好像也默默解锁一些事情，终于能够拍出一些电影质感的光线扩散的那种像雾一般的渐层感。这样的拍摄结果，而这样的过程的一种成就感呢，也是给我们一种启发，就是拍照或者说摄影这件行为呢，不是说一直沉浸在旧有方式获得自我满足就足够了，有时候还是得去试试看现在潮流所流行的事物，是不是可以跟上时代脚步，去感受一下现在摄影圈流行的一些拍法啊，新的画面感是什么？这些美学它的依据啊，或者说这些好看的元素在哪里？跳脱以往的框架思维，再去摄入到现在热门的话题，一直不断的学习新事物，摄影会越来越有趣呢？各位说是吗？除了玩相机镜头之外，是不是这些简单的附件、滤镜啊，以及有趣的灯光配件，这些呢都可以开拓我们对于摄影探索的深度与广度？如果有机会，再为各位带来更多有趣的影片。最近呢，用黑柔拍照拍到上瘾。那如果想要在手机上呢，也能达到黑柔效果，该怎么办呢？除了在上面买一些转接环之外，最快方法呢，就是 Factory Lens 把镜头的玻璃敲破呢，就可以达到很像黑柔效果了。不过虽然很像，但是这是一个很心痛的发现。因此呢，小朋友不要学哦。